从未被证明存在的暗影猎犬，游荡在黑夜中的侦察尖兵，机动战士高达 SEED MSV 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TMF-TR2， 战术侦察型巴库，是扎夫特在巴库的基础上开发的一款侦察用四足兽型机动战士。跟原来的巴库相比，侦察型巴库在背部位置安装了一座圆盘形的雷达部件，所发挥的作用跟预警机装备的雷达一样，主要负责对空监视和指挥己方单位进行协同作战。虽然在探测能力方面未必比得上位于空中的预警机，但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效组织起多个己方单位进行相互协同，就像倍增器一样提升作战效率，从而提升整体的战斗力。而第二个跟巴库相比差异比较大的地方就是头部这个部分增加了多种电子设备，以便增强侦察型巴库的态势感知能力，从而让自己更好地去应对中子干扰器所带来的强干扰环境。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多种手段打造的电磁频谱优势，以达到对地球联合军的信息压制，去取得战场的主动权。这其中在头部右侧这个位置的电子设备是新增的强化型复合波段传感器组件，该传感器组件跟背部的雷达组成了侦察型巴库的双重侦察体系，其特点是通过多频谱融合技术实现地表至电离层的全领域监控，在与背部的对空监视雷达配合使用后，就可以将从地面到天空的整个战场态势进行把控，这对于协同己方单位去夺取制空权是十分的重要。然后就是原先巴库安装的单眼摄像机进行了更换，换成了3维超精密光学传感器阵列。这个电子设备不但性能强大，且搭配有高性能图像处理器，可随时随地进行超高清影像记录战场信息，来帮助己方单位更好地掌握敌方武器装备信息，做出应对。而除了头部位置的这些电子设备之外，在侦察型巴库的前置位置还加装了圆盘状的增强型多频段传感器组件，以此进一步扩大侦察型巴库的探测范围。另一方面，为了提升侦察型巴库的生存能力，在机体内部还装备有主动隐身系统。虽然这个主动隐身系统不能做到像迅雷高达那样全方位隐身，但通过吸收和定向反射雷达波的方式，使侦察型巴库具备了对雷达隐身的能力，这也就让自身在战场上的生存率得到了提高。而其他的设备还有介像 Squid 传感器，该电子设备对中子干扰器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其功能除了对敌各种目标进行探测之外，还具备有使用双向量子比特流进行通讯的能力。据称，该通讯能力不但能有效应对中子干扰器的影响，甚至还具有截获对方激光通讯的能力。不过这个电子设备还处于实验性质的状态，所以截获对方激光通讯这一功能还未进入实用化阶段。接着是关于武器配置方面，侦察型巴库相较于巴库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其中一个变化是在脚部这个部分增加了定甲，在展开后就像是猛兽的利爪一样，来用于与敌方机动战士进行格斗。而巴库后加装的双向输出光束键，在侦察型巴库的头部也有安装，所输出的威力十分强大，很轻易就将对方的机体切割开，造成重大破坏。另一个不一样的武装是，在背部还安装有双管高出力激光炮，相比原来巴库安装的400厘米口径的电磁炮，这个双管激光炮的体积就做得比较小巧，以此避免对顶部的圆盘雷达天线造成干扰。其他的武装还有机枪和导弹可供选用，这些选用武装只要在巴库的机翼上增加挂架即可安装使用。虽然这样能够有效增强侦察型巴库的战斗力，但是侦察型巴库毕竟是属于电子作战机型，一般多数情况在遭遇到战斗时往往会优先选择回避，所以通过外挂加强火力的意义并不是很大。按照设计时考虑的使用场景，侦察型巴库除了伴随常规作战部队提供作战辅助之外，也会作为特种部队的装备用于执行斩首之类的隐秘任务。一度就有传闻，只属于国防委员会的特种部队早已装备了一批侦察型巴库，但扎夫特相关负责人一直否认侦察型巴库的存在，加上扎夫特对侦察型巴库也是做足了保密工作，所以外界对侦察型巴库的具体情况长时间处于无从得知的状态。直到后来有一架侦察型巴库在一次战斗中被击毁，其残余完好的部件流落到了民间团体当中拿去拍卖，这才让侦察型巴库的存在被外界所知。需要一提的是，这场拍卖会拍出的侦察型巴库残存部件最终被回收屋的罗球尔获得，于是拿到这个残余部件的罗球尔便利用这个残存部件上带的双向光束键来作为一端高达红色机的武器。然而就在他对接好后开始调试没多久，很快就发现在这个残存部件里还留存有上一场战斗的资料。正当罗球尔和他的伙伴对留存的资料进行解析的时候，
这个残存部件立即释放出了信号，引来了扎夫特的部队。面对这样一个危急情况，罗球尔立即启动一端高达红色机，准备迎战。虽然手上还拿着处于调试状态的残存部件，但这并不影响罗球尔的发挥。在连续向对方发起挥砍攻击后，就将扎夫特这架率先抵达的袭鼓砍成了多个碎块，十分干脆利落的就拿下了首场战斗的胜利。不得不说，罗球尔将侦察型巴库的头部装到手臂上当成武器使用这一方式，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可谓是相当的亮眼。不过这样的表现没有继续延续到下一波战斗，由于前来战斗的扎夫特机动战士数量增多，让罗球尔不得不放下残存的部件，以原来擅长的战斗方式进行应战。就这样与扎夫特进行多次交手周旋之后，罗球尔成功摆脱掉了扎夫特的追击，结束了战斗。然而遗憾的是，他留下的侦察型巴库部件没能返回到原地拿起一块带走，所以无奈之下只好选择放弃，让扎夫特回收。他在拍卖所产生的花费也就跟着打了水漂。而相对应的，扎夫特这次的反应如此迅速，也证明了侦察型巴库这一型机动战士对扎夫特来说是极其敏感的装备，一收到失踪的装备信息便毫不犹豫派兵突入罗球尔所在的位置。由此可见，侦察型巴库在扎夫特军中的重要性可以说丝毫不亚于地球联合军阵营开发的 G 系列高达。然而从这以后，扎夫特就再也没有放出任何侦察型巴库的信息，如同暗影猎犬那般永远地隐藏在了黑暗当中。